我能做到的是让客人穿着一身他认为是他最漂亮的衣服，化着一个最美的妆，到我这个空间来。他不仅能吃一顿好吃的，还能拍很多美美的照片，能纪念他这个不一样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我给他们提供的真的就不是简单的一顿饭，而是我在记录他们的那个人生重要的时刻，让他们在每一次回忆起他那个最幸福的时刻，有我们的存在，有我们能做的这么一件小事儿带给他的这种幸福感。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哥，这是我在九龙坡开的一家酒店加餐厅的综合体，它的名字叫也是灵感罗马西餐厅。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很乖的女孩子，就可能是长得漂亮，然后家里面父母呢，妈妈又是老师，然后爸爸呢又是公务员。可能在很多人眼里面，我就是一个有着一个传统背景，从小就很听话、认真学习的那样一个形象。我会觉得我好像这样的生活是一眼望得到头的。后面因为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要不你去一个就他很崇拜的一个人，他说也许你在那个地方你能找到你想要的。那时候还挺受父母的影响的。就父母告诉我，你应该不要去一个新创立的一个新公司，你应该去那个看起来更稳定的国企，然后在里面呢，对吧，会有一个更稳定的工作，然后去做一件更稳定的事情。我还记得当时，甚至因为这个原因，我跟我父母大吵了一架，甚至到后面我爸爸放出了狠话说，如果你不去，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了。然后我迫于那样的压力，我当时跟李世平打了电话，我说可能确实对不起，然后这份工作我没办法去。但是最后为什么会去李世平呢？是因为当时的李世平的人事小伙伴给我打电话，一直在跟我讲，他不是说一直劝我去这家公司，他不断的想知道我的发展是什么，我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正是因为他的这份真心或者这份真诚感动到了我，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司。我记得当时我刚去李世平，我父母去跟外面的人都不好意思说我在干嘛，不好意思说我那段时间在从什么工作。到最后就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了一些结果的时候，父母很骄傲的跟别人讲，我在一个很不错的互联网公司。可能是那个节点是我的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吧，就是在那之前，我可能就是在为父母活着，为别人活着。那个点，我觉得是我第一次处于一个启蒙状态，就是好像我的人生可以是为自己活的。第一次创业是做了一家新媒体公司，那个时候就主要是帮其他公司做一下营销呀，做一下推广啊，做一下广告呀。和平面设计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份创业呢，很快就宣告了失败。那个时候，其实我对创业的理解是非常模糊的。我会觉得可能就是我有一个好的想法，我手上有什么技能，然后我认真去做，好像就能把一件事情做成了。但是我忽略掉了创业里面最重要的是，你要想清楚你这件事情，你的每一个环节为什么能成。你的闭环是什么？我觉得就盲目的开始，就注定了那一刻就注定了我一定会失败。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失败的人我当时就确实是心里面非常的过不去那个坎儿，我就选择了离家出走，我就到处去旅游，去云南，去贵州，去了周边的很多城市，一个人去。以前呢，可能我只会在意客人睡的床单被套睡得舒不舒服，以及他的那个淋浴呀，他洗澡这些舒不舒服。那过后呢，我可能就会发现，客人其实除了这些之外，他还会在意空间的体验。所以后面我们去做了，就是整个
工区的改造，让客人有更多我到这家酒店除了客房之外更多区域的一个体验空间。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做整个酒店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想的是客人想要什么，而不再是自己想要什么。所以说在整个做酒店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学到的最大的一点就是我真正的把所有的精力聚焦在了客人身上。正是因为这样的聚焦，让我在周边有了竞争力，让我在整个我们这个盘龙这个区域做到了跟就是排名第2的酒店有断崖式的价格差。其实很多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就是简单的客人他只会在意他那一瞬间的感受，他甚至都没有去找过他那个感受背后的原因。而我们这样的服务行业，我觉得就是在这一点又一点的感受里面去做细节的优化。我就当时大胆的把1楼改成了一个转换厅，然后3楼去做了酒店吧台和咖啡厅这样的一个改变。然后我当时同时也想，那我怎么去把我这些好的房间就卖出去呢？客人能够知道它的价值呢？那行，我匹配一个会所。那么我当时的构想是，这些好的房间的客人，他也可以在我的会所里面去享受行政酒廊的待遇，或者是去匹配一些专门为他们提供的一些设施和服务。这样我去做了我的另外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也就是后面的餐厅。当时的想法其实一心没有去想过做餐饮，就只是想着怎么去让酒店在整个市场上会更有竞争力。但是我发现其实餐饮的逻辑不能去讲的那样，就是一定是我必须要开在最显眼的位置，人流量最大的空间，然后别人可能就只是路过，然后顺便进来到店吃饭。我发现餐厅给人的价值也不仅仅是那一顿餐。现在的消费者他想要的是一个好的环境，还能有好的餐食，还能有好的氛围，还能有好的体验与服务。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不断的在颠覆自己觉得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从一开始想当一个好孩子，到当一个好员工，再到当一个好老板，再到后面想当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到最后我想做一个好的自己。我觉得他就是不断的在自己颠覆自己的所有的东西。